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牢，地面刻画着诡异的血色法阵，光芒忽明忽暗。鱼寻哥被数根能量钉钉在法阵中央，四肢无法动弹，鲜血顺着伤口不断流出，汇入法阵的纹路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鱼寻欢站在阴影中，脸上带着温柔而残忍的微笑。姐姐，你的 SS 级神赐天赋，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鱼寻哥瞳孔放大，眼中充满难以置信的绝望与恨意。血色法阵倒映在他的眼睛之中。鱼寻欢，鱼寻哥猛地睁眼，从柔软的大床上盘坐起来，他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湿了额发。鱼寻哥看向自己的双手，白皙完好无损，再看向四周，是华美的水晶吊灯，陌生又熟悉的高级酒店套房。不对，我不是被鱼寻欢钉在地牢里放血吗？他条件反射地试图调动能量，然而体内空空如也，没有任何能量流动的迹象。他一个鲤鱼打挺，失败，他狼狈地跌回床上。能量没，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了吗？鱼寻哥迅速环顾四周，目光锁定在枕边的手机上，日期清晰地显示2078年2月21日23点。什么？现在是2078年？太好了，我重生了，回到了游戏入侵的前一年。鱼寻哥回忆起当年的景象，无数狰狞的异族怪物突然从城市上空的黑色裂缝中涌出。也就是说，1年后万族之劫将全面入侵，而今天2月22日凌晨2点22分，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第一次内测。我那好弟弟就是靠着这次内测一飞冲天，赢在了起跑线上。这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鱼寻哥的回忆。寻哥，还没睡吧？这个声音是柳征流。鱼寻哥眼神变得冰冷而坚定，迅速下床并整理了下衣服。他回忆起今晚的遭遇。柳征流想把我灌醉，送给公司高层。呵呵，这一次游戏该换个玩法。鱼寻哥推门而出，柳征流正拿着一瓶红酒等在门口，看到他立刻堆起笑容。寻哥，正好，陪我喝一杯。鱼寻哥脸上露出比他更亲热、更焦急的笑容。柳姐，不了，我弟弟出事了，我必须马上回去。柳征流脸上的笑容一僵，又是他那个宝贝弟弟，顶级伏地魔。柳征流只好强笑着说：“这么晚了，那我让小吴送你。”鱼寻哥点点头，目光冰冷。麻烦了。他心想，离内测开始还有不到3小时。鱼寻欢，我的好弟弟，这辈子你的外挂该到期了。离内测开始还有不到3小时。鱼寻欢，我的好弟弟，这辈子你的外挂该到期了。鱼寻哥坐在副驾，面色发青的抓着安全带，对司机小吴说：“给你1000，2小时内到家，再加2000奖金。”小吴面无表情的用播音腔说道：“老板，请系好安全带。”鱼寻哥被狂飙的车甩得头晕目眩，他扶着车门，强作镇定的说道：“你入职前是干嘛的？”“好灵车的。”鱼寻哥嘴角抽搐着，利落的转了2500过去，对小吴命令道：“去对面便利店买1小瓶白酒，最烈的那种。”距离游戏第一次内测还有半小时，鱼寻哥一手拿着一杯水，一手拿着一杯倒满了白酒的玻璃杯，敲响了鱼寻欢的房门。门很快打开，长相乖巧无害的鱼寻欢出现在门口。“姐，这么晚怎么回来了？”“来，干一个，姐姐马上就能赚大钱，给你买大别墅了。”鱼寻欢无奈又宠溺的笑着说：“你也要注意身体，钱是赚不完的。”他毫不犹豫地接过酒杯，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鱼寻哥举起自己的水杯，与他的酒杯轻轻一碰，他面带微笑，心里却想：哼，一家人真是讽刺。鱼寻欢看着姐姐，满眼都是拿你没办法的宠溺，一口将杯中白酒饮尽。马上他身体晃了晃，随即眼神涣散，软软的倒了下去。毫无保留的信任。哼！主卧传来父母被惊动的声音。什么声音啊？鱼寻哥眼神一凛，迅速将鱼寻欢拖进房间，反锁了门。鱼寻哥坐在沙发上，冷冷地看着沙发上不省人事的鱼寻欢。他拿出手机，点亮屏幕，时间一秒一秒的跳动。2点20分58秒，2点20分59秒，2点21分。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以及试探性的拧动门把手的声音。于寻歌毫不理会，紧张地盯着时间。终于，时间来到了2点21分59秒。游戏内测开始。门外试探性的脚步声和拧门声消失，恢复了寂静。于寻歌松了口气，但眼神依旧锐利。不敢赌，万一晚了2分钟，让他抽到了天赋，痛彻心扉的就是我了。还有1分钟，时间不多了。于寻歌快速坐到电脑前，手指在屏幕上飞速操作，搜索名为《万族之劫：恐惧裂缝》的游戏。下载完后，一轮不祥的红色月亮 logo 出现在屏幕中。于寻歌目光坚定，这一世一切都会不一样。于寻歌快速进入角色创建界面，几番挑选后选择了一个女性角色。就你了。他随手输入歌乌恩作为他的角色名，屏幕上出现多个种族选项：人类、精灵、矮人。于寻歌的手指划过，最终停留在亡灵的选项上。前世最让我头疼的就是亡灵族，亡灵战士的技能，亡灵意志，绝境翻盘，在低血量的情况下能爆发出血色翻倍高，力量和速度暴增，瞬间反杀敌人。亡灵法师的技能进食，只要有肉就能活，在临死的状态下可以啃食敌人的肉身，激发出绿色的治疗光效，回复血。于寻歌眼神渴望地感叹道：如果吃血肉就能回血，那该多难受。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亡灵族。角色创建完毕，画面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尽的黑洞，将视线吸入一片浩瀚的星空。到了抽取天赋环节，于寻歌紧张又带着一丝兴奋，他随意在星空中一点，一颗星辰化作流星，拖着长长的尾焰在画面中穿梭。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张华丽的 A 级金色卡牌浮现，居然是扮演天赋。前世我靠他逃亡了3年，虽然是 A 级天赋，用得好，堪比 S 级。他看着卡牌，眼神闪烁，突然眼神一转，变得贪婪而坚定。但这辈子我有机会重来，我想要的是更好的。他伸出手指，狠狠点击了屏幕上的删号重建，重新开始创建账号。这次抽到了前客天赋 A 级，于寻歌摇头，再次删号。升华 A 级，再来。妙手空空 A 级，于寻歌的瞳孔猛地一缩，呼吸急促。他脑海中闪过自己利用这个天赋把敌人腰间的钱包瞬间顺走的画面，但随即画面又变成他被无数玩家追杀、人人喊打的场景。他眼神恢复清明。不，这个天赋太招摇，太危险了，它能让我变强，但无法真正改变我的人生。他毅然决然地再次点击了删号，又是10几次的删号重建。突然，整片星空暗淡下去，一轮巨大的、妖异的血色月亮从星空深处缓缓升起，占据了整个屏幕。一道威严的声音直接在于寻歌的脑海响起：贪婪克制，善于伪装，你有资格来到神与人间行走。贪婪克制，善于伪装，你有资格来到神与人间行走。一张前所未有的炫彩神话卡牌缓缓展开，光芒万丈。天哪 ！S 级道神卡牌，技能1，我要这个和这个。技能2，道神的道，也可以是强盗的道。技能3，假人。技能4，我那个怎么不见了？他有些犹豫。当小偷不好吧？于寻歌的嘴角缓缓勾起一个满足而危险的弧度。不愧是 S 级天赋，太厉害了。于寻歌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欲望和野心。他斩钉截铁说道：就你了。S 级炫彩卡牌道神在屏幕中央缓缓旋转，光芒四射。于寻歌的脸上映着光芒，眼神狂热。S 级天赋具有唯一性，上辈子近80名顶级强者中，也只有2人拥有 S 级天赋，还都和于寻欢有关，仿佛 S 级就是他们团队的专属。呵，但这一世不一样了，哪怕接下来1年什么都做不了，我也要这个天赋，尤其是技能2。我有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他点击确认，道神卡牌化作一道流光，融入游戏角色歌乌恩的体内。亡灵主城，一座建立在巨大骸骨上的城市，建筑尖耸入云，街道上燃烧着幽蓝色的灵魂火焰，形态各异的亡灵、NPC、骷髅、僵尸、幽魂在其中穿行，繁华而幽暗。于寻歌的角色歌乌恩出现在主城广场中央，人物面板 UI 弹出在屏幕一侧。人物歌乌恩，灵级0%，
神赐天赋道神 S 级，种族亡灵，力量5，体质6，敏捷11。身无分文，当务之急是搞钱。鱼寻哥跑到头顶黄色问号的骷髅 NPC 面前接任务。他在城市中飞速穿行，去做一个又一个任务。用小刀戳死几只骸骨老鼠，给僵尸 NPC 买尸虫面包。任务列表被一个个划掉，他的经验条却只是微微上涨。最终，他只赚到2个银币和一个破旧的布袋。通过做任务来升级和获得金币，也太慢了。真正的收获可不在这儿。鱼寻哥在街上闲逛，看似漫无目的，实则寻找猎物。他与一个身穿华丽法袍的巫妖 NPC 擦肩而过，鱼寻哥的眼中闪过一瞬的金色符文。他伸出手，对着巫妖的背影做了一个虚抓的动作。听到了失败的音效，鱼寻哥皱眉。失败。他没有放弃，选择继续前行，对每一个路过的 NPC 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鱼寻哥进行了连续10几次的虚抓，每一次都伴随着失败的音效，直到他看到一个背着巨大背包的地精商人。他再次发动技能，一道微不可察的金光从地精商人身上飞出，融入了鱼寻哥手中。系统提示弹出，获得符文背包。鱼寻哥眼神一亮，紧接着又对一个路过的骷髅卫兵发动技能。系统提示弹出，获得1袋钱。他再次对一个幽魂刺客发动技能。系统提示弹出，你的敏捷提升了1点。鱼寻哥的内心是抑制不住的欣喜。100多次才成功3次，但这收获值了。他打开钱袋，18枚金币的图标和数字在闪耀。鱼寻哥走进了一家挂着干锅招牌的魔药店，他与店内的 NPC 对话，点击学习初级炼金。紫色的光芒融入鱼寻哥的体内，无数发光的配方卷轴虚影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最终定格成一长串的配方列表。就是这个。游戏入侵后，任何一张配方都价值1000金。他开始在商店界面疯狂购买草药，金币数量飞速下降，最终他的金币余额从18变成了2。梭哈了。鱼寻哥走到干锅前，开始炼药。他的双手化为残影，不断将草药投入干锅。屏幕一角的炼金术经验条飞速上涨。一开始偶尔会弹出炼制失败的红色提示，但很快就变成了连续不断的炼制成功。一个华丽的升级特效在屏幕中央绽放。恭喜，您的炼金术已提升至中级。特效散去，升级中级炼金术的费用提示弹出100金币。鱼寻哥看着升级提示，又看了看屏幕角落的 UI， 他看了看自己的金币余额0。鱼寻哥叹了口气，这么快用完了，杯水车薪啊。他转过身，走出了魔药店，走向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亡灵 NPC 们。看来又到了当街溜子啊，不是当道神的时候了。看来又到了当街溜子啊，不是当道神的时候了。鱼寻哥在亡灵主城的大街小巷飞速穿行，对路过的每一个 NPC 都做出虚抓的动作。一道耀眼的紫光从旅馆老板身上飞出，落入鱼寻哥手中。鱼寻哥定睛一看，居然是40级紫色长弓，流光溢彩。鱼寻哥在武器店与矮人老板激烈的讨价还价，从3000激烈交锋到1000成交的巨大金色字样弹出。他升级了中级炼金，又在地精工作台前火花四溅的制作出枪械、子弹和炸药。背包格子被各种草药塞得满满当当，时间一秒一秒的跳动。游戏中，鱼寻哥揣着300多金币，朝着城市中心宏伟的宫殿飞奔。现实地上，鱼寻欢翻了个身，发出沉重的鼾声。门外传来父母模糊的对话声。鱼寻哥眼神一凛，起身走进卫生间。哗啦啦的水声响起。洗完澡，他回到床边坐下，继续操作游戏。时间不多了。回到游戏中，鱼寻哥被卫兵拦在宫殿外。锚点出了问题。他被带到宫殿深处，一个身形巨大、身穿黑色盔甲、
眼眶中燃烧着灵魂之火的亡灵城主坐在王座上 ，level 99的红色等级标识在他头顶格外醒目。鱼寻哥抬头，毫不畏惧。这是机密，我只愿意说给城主一人听。城主沉默片刻，竟默许了。鱼寻哥操控着1级的戈乌恩，一步步走向王座上如山岳般的99级城主。时间一秒一秒的跳动，鱼寻哥站定在城主身旁。他深吸一口气，发动了技能。S 级道神卡牌的巨大虚影浮现，一双能量化的大手猛地伸向城主，城主身上瞬间爆发出更刺眼的光芒。一张更加华丽的 SS 级炫彩卡牌虚影浮现，上面写着不朽。两股力量激烈碰撞，整个屏幕都在震动。系统提示：窃取成功。系统提示：检测到目标天赋等级过高，盗窃中断。系统提示：你已死亡。鱼寻哥的角色瞬间化为光点，破碎消失。电脑突然发出碎裂声，屏幕皲裂，随后竟自燃起来。他急忙将电脑推到地上，电脑在几秒内化为一缕黑烟，消散无踪。在黑烟消散处，一个符文背包、一个破旧布袋和一个钱袋凭空出现，掉落在地上。鱼寻哥的眼前，一道淡蓝色的光幕展开，是他无比熟悉的人物面板。神赐天赋道神 S 级，神赐天赋不朽 SS 级残缺。SS 级的字样闪烁着七彩流光，旁边3个亮起的技能图标格外醒目。鱼寻哥激动到颤抖。SS 级，哪怕是残缺的也值。他冷静捡走地上的东西，确认昏睡的鱼寻欢手机上没有游戏后，才离开房间。鱼寻哥站在2楼楼梯口，清晰地听见楼下父母的对话。就这么把别墅落到他名下。目光放长远点，他拿回家的钱购买几栋别墅。鱼寻哥面无表情地听着，眼神中的最后一丝温度也消失殆尽。他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再次打开了脑海中的人物面板。他准备仔细查看不朽天赋，但目光扫过道神时，突然愣住。技能面板显示技能2，道神的道也可以是强盗的盗。该技能道神一生仅可使用1次。怎么回事？用过的技能不应该是灰色的吗？他难以置信，这个技能的图标竟然还是亮的。他反复看着那句一生仅可使用1次的描述，一个疯狂的念头涌上鱼寻哥的心头。一生？难道游戏人物死亡就算一生了？他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所以这意味着我还能再用1次这逆天的天赋。他的脸上还残留着狂喜，他闭上眼，脑海中 SS 级不朽天赋的详细信息如画卷般展开。技能1，你等着，我回家一趟。鱼寻哥的身体在战场上破碎，光点汇聚到地底石棺中，7天后完好复活。技能2，只有死人才会听话。鱼寻哥的身旁有2具怪物尸体眼冒红光，起身成为他的仆从。技能3，死亡模仿秀。鱼寻哥指定1具法师尸体，身上瞬间披上同款法袍。技能4，抱歉，我黑化了。技能5，王者归来。几乎是为战场而生的天赋，特别是这个复活技能，冷却1年也值了。隔壁房间传来于青山和易秋果的惊呼声。鱼寻哥从容地洗完澡，换好衣服，走出房间，正好撞见一脸惊慌的父母。爸妈，昨天谈了个代言，太高兴，就回来跟弟弟喝了一杯。我去公司了，你们给他弄点解酒汤吧。他不等2人反应，径直下楼。经过2人时，他心中一动。刚刚那是系统提示音：目标生命层次过低，无法发动技能。他们2人身上覆盖着一层灰色的、不可选中的光晕。原来如此，道神从不欺负弱者。鱼寻哥戴着口罩和帽子，在营业厅补办了电话卡。刚插上新卡，柳征流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鱼寻哥，你还想不想混了？刘姐，给我3天假吧，我真的有点累。3天后我请你喝酒，当面赔罪，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那你好好休息。挂断电话，于寻歌的表情瞬间变得冰冷。他一脚油门，车子驶向城郊。赚钱，这些钱很快就会变成废纸，但那栋别墅里的东西却是真正的宝山。于寻歌在售楼处直接刷卡签合同，他拿上房产证就离开了。傍晚，他到达家中，别墅地下室的窗户方向，空气微微扭曲了一下，闪过一丝黑色的空间波纹。他进入别墅，第一件事就是在大门的智能锁上将于青山、易秋果、于寻欢三人的指纹和面部识别信息。他打开饭盒，准备吃饭，同时伸手进鸟笼。多么可爱的画眉鸟啊！呵呵，可惜了，只有死人才会听话。他眼中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红光，干脆利落地拧断了画眉鸟的脖子。他将鸟尸取出，放在桌上。桌上的画眉鸟尸体脖子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咔的一声回正，僵硬的扇动翅膀飞了起来。机会已将为我所用。于寻歌安静地吃饭，收拾房间，开车去买生活用品。画眉鸟不知疲倦地在客厅上空盘旋，或紧紧跟随在他身后。于寻歌将一个巨大的中药柜摆在房间里，将背包里的草药一一分类放入抽屉。他又拿出3个大型收纳箱，将枪械、子弹、炸药分门别类装好，然后将3个箱子叠放在一个游戏格子中。他将99瓶一组的治疗药剂和法力药剂整齐地码放在最常用的背包格子里。于寻歌看着满满当当的物资，非常满意。准备工作差不多了。他意念一动，从另一个游戏格子里取出一把黑色的劣质猎枪。他熟练地将猎枪在手中转了一圈，咔嚓一声推弹上膛。接下来算算那些旧账。于寻歌将一堆刚买的工具和武器弓弩、长刀、电棍从一个普通的购物袋里拿出，分类放好。桌上那只死去的画眉鸟静静地站着，但它的羽毛已经失去了光泽，身上散发着不易察觉的腐败气息。看来这个技能无法阻止尸体的腐败，必须速战速决。商场的卫生间单间内，下来，一层流光数据从他头顶扫过，身形、面容、发型在流光中迅速改变。他走出隔间，镜子里是一个面容普通、留着短发的陌生女人。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夜色中，一只画眉鸟在车顶上空无声地盘旋跟随。车停在刘洪生所住的高级公寓楼下，一个穿着性感睡衣的妩媚女人为于寻歌开了门。于寻歌用伪装的身份，冷静地要求在书房等待。书房门后，于寻歌从虚空中拿出电棍，紧紧握住，电流在电棍顶端发出细微的滋滋声。心里只有兴奋，没有恐惧。脚步声传来，门被推开。刘洪生，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刚走进书房，还没看清人。于寻歌从门后闪出，关上门，右手的电棍已经狠狠地对在了刘洪生的脖子上，刺耳的强电流声，滋啦！刘洪生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无声地倒下。于寻歌将电棍功率开到最大，对准他的心脏，持续放电。5分钟后，他发动了技能，一道红光从于寻歌眼中射出，没入刘洪生的尸体。地上的刘洪生猛地睁开了眼睛，瞳孔一片灰白，呆滞无神。于寻歌闭着眼，靠在自家别墅的沙发上，屏幕角落的法力值100开始匀速下降。柳征流收到刘洪生发来的短信，拎着酒走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10几个实习生正在办公区昏昏欲睡的加班。柳征流推开门，看到刘洪生正背对着他。刘总，其实已经是尸体的刘洪生缓缓转身，将一把水果刀塞进柳征流手里。柳征流一脸茫然，下一秒，刘洪生用他那双冰冷僵硬的手紧紧握住柳征流持刀的手，猛地用力，一刀插进了刘洪生自己的肚子里。柳征流瞪大了眼睛，瞳孔因极度恐惧而收缩，他想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于寻歌的法力值飞速下降50、40、30。刘洪生突然捂着肚子，跌跌撞撞地跑出办公室，脸上做出惊恐的表情，嘴里发出啊的嘶哑叫声。实习生们被惊醒，全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刘洪生冲到窗边，一跃而下。
于寻歌因法力耗尽而头痛欲裂，第二天被门铃声吵醒，门外是保安和2名警察。于寻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与憔悴，将他们请进门。在询问中，他时而沉默，时而被迫说出柳征柳想算计我的事实，演技滴水不漏。警察走后，于寻歌接到了父亲于青山的电话。楠是不是遇到难题了？累了就歇歇，爸爸有钱。于寻歌对着电话，语气哽咽而坚强。谢谢爸爸。电话刚挂手机，叮的一声，手机屏幕上显示到账通知，金额100万点00元。于寻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条信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平静无波的湖面。最顶尖的钓鱼好手要钓起一条大鱼，总会先给足上好的饵料。于寻歌孤独的背影倒映在冰冷的湖水中，他的眼神深不见底。于寻歌开始进入回忆，几年前父母病重，接到通知的于寻歌匆忙赶到医院，在病房门口听见父母的声音。父亲于青山将一张银行卡塞到于寻欢手里。寻欢，意外来得太快，这些年你姐赚了不少钱，这些都给你，以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寻欢啊，我的好儿子，妈妈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些钱你拿着，你姐会赚钱，用不着给她，你照顾好自己，知道了吗？阴暗的密室，货架上堆满了金条，发出刺眼的光芒。打开的箱子里，珠宝古董流光溢彩。现实，于寻歌痛苦地捂住心口，靠在窗框上，一滴泪水从眼角滑落。他的眼神从悲伤、痛苦，逐渐变得冰冷、空洞，最后凝聚成一丝决绝的杀意。我辛苦赚钱，就为了他们能过上好日子，而他们心里只有于寻欢，他们摧毁了我信任的能力。从此以后，永生永世，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他长呼一口气，眼神恢复了平静，但那份平静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寒意。等不了了，今晚不拿到那些东西，我怕是睡不着觉。于寻歌光明正大的回到于家，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易秋果得意地宣布了于寻欢与苏家小女儿苏一彤交往的事。于寻歌做出惊讶的模样。可以呀，弟弟。不过苏家会满意我们家的。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微妙起来。易秋果表情一僵，随即理所当然地开口：“所以你看，你都有房了，能不能也给你弟弟买一个，就充充场面？”于寻欢低头吃饭，但嘴角微微上扬。于青山则温和地看着于寻歌，等待他的回答。于寻歌故作无奈地摊手，他苦笑：“妈，我没钱了。前几天刚投了个大项目，等赚了钱别说1套，买10套都行。可现在是真没了。”他不等于青山开口，抢先说道：“要不我们把现在住的这套卖了，付个首付应该够了。”饭桌上陷入一片死寂。于寻歌叹了口气，一脸事业不顺的丧气模样，起身回了房间。于寻歌路过书房时，状似不经意的推门走了进去。他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转身的瞬间手指一弹，一具小巧的白色鸟类骨架被他悄无声息地塞进了书柜与墙壁的缝隙阴影中。他刚走出书房，于青山就出现在门口，脸上依旧是温和的笑容。在找什么书？爸爸帮你。于寻歌晃了晃手里的书，微笑：“没事，随便看看。”两人对视一眼，各自心怀鬼胎。于寻歌回到自己曾经的房间，在地毯上开始做自重训练，汗水浸湿了他的头发。他一边锻炼，一边闭上了眼睛。他的视野画面变成黑白色，带着强烈的鱼眼畸变效果。边缘是骨骼的轮廓，这是白骨画美鸟的视角。从书柜的阴影缝隙中，可以窥视到整个书房。于青山走了进来，他没有看书，而是在房间里踱步，似乎在检查着什么。最后目光落在了那面藏有密室入口的墙上。于寻歌的房间，他睁开眼，停止了训练，眼神锐利如刀。今晚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冷。不是他们欠我的一切。书房门被推开，于青山走了进来。他旋转桌腿，触摸书柜顶部，翻开书籍，按下暗格。书柜缓缓向两侧打开，露出一个漆黑的入口。哼哼，宝物们，我来了。于青山进入，
片刻后，抱着一个青花瓷瓶走出，然后反向操作，将一切恢复原状。于寻歌睁开双眼，金光一闪，啊，是密室。他戴上手套，来到书房门口。假然，他发动技能，变成了于寻欢的模样。呵，还不赖吗？谁能辨我是真假？他熟练地打开了密室入口，快步走了进去。密室中堆满了积着灰尘的木箱。死老头子，没想到藏了这么多珠宝。他发动技能，将木箱里的金四后卷轴飞快地转移进去。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全部拿来。一个又一个箱子被清空收纳，都是我。蒙太奇结束，密室里空空如洗。他看着空荡荡的密室，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上午，于寻欢带着苏一彤上楼。饭桌上，于寻歌全程带着得体的祝福的笑容，仿佛真的是个为弟弟高兴的好姐姐。小童啊，常听寻欢提起你，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本人啊，可比照片漂亮多了。来，姐姐敬你一杯。于寻歌的杯子与苏一彤的轻轻一碰，苏一彤的身上浮现出金色的可偷窃光晕。道神技能。于寻歌心中默念，发动技能。一道不易察觉的四叶草形状的金色光芒从苏一彤身上飞出，融入于寻歌体内。幸运，竟然是无法加点的幸运属性。这么好的机会，得好好把握。爸妈，一会儿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你们慢慢吃。于寻歌假借工作，在监控下开车离开。半小时后，于寻歌伪装成一个中年壮汉，走楼梯，悄然回到于家所在的楼层。他靠在楼道的阴影里，拿出一瓶初级隐形药水，一饮而尽。他的身体水波纹般变得透明。随后，他到达于家书房。书房里，于家四人正相谈甚欢。于寻歌变成的隐形大汉如鬼魅般走到苏一彤身侧，他深吸一口气，开始疯狂发动技能。他的血条 UI 飞速下降，100%、80%、60%、40%、20%。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治疗药劲喝下，血条瞬间回升到80%。他继续投。属性面板上幸运9跳动变成了幸运10满值，并发出耀眼的金光。成了。眼看隐形药水的时间所剩无几，他悄无声息地退出书房，溜进于寻欢的卧室，一翻身躲进了床底。他刚躺好，身上的透明特效就消失了。他一边啃着肉干回血，一边屏住呼吸。几分钟后，卧室门被推开，只能看到一双男士的运动鞋和一双女士的高跟鞋停在了床前。所以我才觉得我姐有点不对劲。寻欢，你是不是想多了？从床底缝隙看出去，于寻欢和苏一彤的双腿在床边晃动，两人正在轻声说着情话。床下于寻歌蜷缩在黑暗中，脸色惨白，双眼却亮得惊人。于寻欢和苏一彤正在亲昵。于寻歌伸出一只手，对着上方做出虚抓的动作，他的血条 UI 从96%飞速下降至16%。他拿出药瓶，像怕发出声音一样，小口小口的抿着喝完。心无杂念开偷，血条 UI 恢复到76%。于寻歌嘴里塞满了肉干，继续偷窃。在他又一次发动技能时，一道前所未有的缠绕着紫色符文的光流猛地从床上的苏一彤身上被抽出，光流汇入于寻歌手中，一个华丽的 A 级紫色面具图标弹出，索罗斯套装面罩1/3，
伪装面板信息比幸运值更让我高兴。狂喜过后，他眼神一凛。套装这意味着还有能看穿伪装的探查部件。1小时后，于寻欢和苏一彤终于离开房间，一家人出了门。于寻哥脸色惨白，披头散发的从床底爬了出来，那模样仿佛刚从坟墓里出来。他在房中睡了一觉，等到讲台，技能冷却完毕。他先是伪装成中年壮汉，然后喝下隐形药水，悄无声息地走出卧室，来到大门前。他没有关门，而是留了一条微小的缝隙。他走下楼梯，在2楼转角处，身上的透明特效消失，但壮汉的伪装还在。他镇定自若地拎着一个从背包里拿出的空工具箱走出了小区。于寻哥坐在自己停在远处的车里，启用索罗斯面罩。他眼前展开真实的人物面貌，金色的 S 级造神和七彩的 SS 级不朽光芒万丈，幸运石和魅力石的满值属性也散发着金光，整个面板华丽的如同神奇。一个半透明的刻有符文的索罗斯面具虚影缓缓浮现在面板之上，整个面板开始剧烈的故障闪烁。SS 级和 S 级天赋的光芒被强行压制扭曲，变成了一个暗淡的 A 级剑客图标。幸运和敏捷等属性的数字也疯狂跳水，最终停留在一个平庸的数值上。光芒散尽，一个崭新的平平无奇的伪装面板出现在眼前。道神天赋一旦暴露，我将成为所有玩家的公敌。这层面具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珍贵的道具。于寻哥开着车穿行在城市的灯火中，眼神变得深邃。要不要给于寻欢一点甜头饵料？就像他对我做的那样，杀了他太容易了，一刀泯恩仇。不，那是对他们的恩赐。于寻哥的脸上露出极度不满足的表情。我不要向前看，我要向下看。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冰冷和残忍。我要将他们死死踩在脚下，让他们受尽苦楚，以牙还牙，方能解我心头之恨。电视屏幕上，新闻快闪，主持人报道：知名娱乐公司高管坠楼案陷入僵局。屏幕上是柳正流被警察带走的照片。网络论坛纷纷讨论豪门秘闻，经纪人与老总的爱恨情仇。于寻哥靠在沙发上，平静地看着新闻，随手挂断了公司打来的电话。没人管，合约只剩半年，正好乐得自在。于寻哥坐在书桌前，面前的空气中浮现出一个半透明的战术沙盘。他看着代表于寻欢的棋子，眉头紧锁。如何才能既赢取他的信任，又能彻底压制他？修改记忆不行。代表监控的棋子闪烁起刺眼的红光，将修改记忆的方案路线直接烧断。他太多疑，只要查监控，一切都会暴露。他的脑海中一段痛苦的记忆猛然浮现。于寻哥浑身是伤，在废墟中狼狈的奔跑。随后，一个坐在车里看不清面孔的死人，隔着车窗对他摇摇一指。一个巨大的、生锈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幽灵齿轮在于寻哥头顶浮现，并缓缓转动。他凝聚魔法弹，咻的一声，追踪魔法弹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打在了旁边的墙上。片刻，他掏出枪对着追踪者，砰的一声，枪管在他手中炸膛。他连忙逃跑，躲到一个角落，想喝治疗药，刚喝一口就剧烈的呛咳起来。敌人缓缓接近，他继续向前逃跑，不料被脚下一颗小石子绊倒，重摔在地上。数个敌人的身影将他包围，他脸上写满了不甘与绝望。他的额头渗出冷汗，呼吸急促，但几秒后，他脸上的恐惧变成了冰冷的，带着一丝兴奋的笑容。于寻哥咬牙切齿，又充满期待。就是他，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命运齿轮。他面前的战术沙盘上，一个代表良家司机的新棋子被点亮，并被一个血红色的猎杀标记死死锁定。炼金台前，他熟练地调配着药剂，一瓶瓶颜色更深、气泡更多的终极隐形药水被制作出来。厨房里，他将腌好的牛肉串放在烤架上，滋滋作响。很快，一盘盘香气四溢的牛肉串就做好了。
他打开背包 UI， 将所有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的码放好，格子里的图标焕然一新。战术沙盘上，梁家别墅的影像放大，一个新的棋子梁于川被点亮。一张华丽的 S 级水神动态卡牌展开，卡牌上的女性角色化为一滩水融入地面，又从另一处凝聚成型。他挥手间，巨大的冲天而起。于寻歌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但迅速坚定。S 级天赋很诱人，但道神的道是我为于寻欢留的最终底盘。这次的目标只是他身上的道具。世界或许是围绕着男女主床。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自信的态度。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望向远处富人区点点的灯火。但现在该让命运的齿轮为我而转。树林中，于寻歌从假寐中睁眼，眼神锐利。他拿出泳帽，将长发一丝不苟的全部包裹进去。他戴上黑色的薄手套，活动了一下手指，灌下一瓶终极隐形药水，身体水波纹般消失在空气中。他开始在夜色中无声的奔跑。于寻歌跑到梁家庄园高达数米的雕花铁门前，他又拿出一瓶初级虚化药剂喝下。他的身体化为半透明的幽灵形态，直接穿过了冰冷的铁门。于寻歌悄无声息地潜入司机卧室，床上一个青年正在熟睡。于寻歌站在床边，发动我要这个和这个，失败。他眼中没有丝毫波澜。于寻歌毫不犹豫地从背包里拿出匕首，匕首划破青年的喉管，鲜血瞬间涌出。青年猛地睁眼，眼中满是惊恐，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于寻歌冷静地从他手中挑走掉落的药剂，等待他彻底死亡。他摸出尸体上的一个小布包，随即发动了技能死亡模仿秀。一个巨大的生锈的幽灵齿轮虚影旋转的缩小，最终化作一个 B 级徽章，烙印在于寻歌的人物面板上。他立刻打开伪装面板，将前客天赋替换为命运齿轮 B 级。主楼梁于川的公主房，于寻歌的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悄无声息的钻进了床。他透过床单的缝隙看着床上沉睡的梁于川。命运齿轮又幸福了你。一个幽灵齿轮虚影在梁于川床头浮现，齿轮缓缓转，一缕代表厄运的灰黑色气息从齿轮中溢出，将梁于川笼罩。幸运值改成1，现在开工。于寻歌在床底冷静地发动技能，血条下降就吃肉喝药，动作循环往复，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华丽的道具图标接连不断的弹出 ，A 级紫色图标索罗斯套装眼镜2/3 ，D 级绿色图标喝不完咖啡，金色钱袋图标3金币。属性提升特效：敏捷+1，敏捷+1，敏捷+1。于寻歌想起前世的悬赏令，上面是他的照片，下面用写字写四肢完好，活捉，每部分可单独领赏。他的眼神变得更加冰冷，偷窃的动作更快了。清晨，于寻歌已经安全撤离，他坐在自己的车里，看着一夜的丰厚战果。人物面板上敏捷的数值已经高达18，力量也变成了7。他意念一动，从背包里拿出那副金矿眼镜。面具用来伪装，眼镜用来探查。他在 UI 界面中选择佩戴，他的主观视角瞬间改变，整个世界在他眼中被一层淡蓝色的数据流覆盖。他看向窗外街道上的一个行人，那人身上立刻被一个绿色的数据框锁定，旁边弹出简略信息 ：Level 0，装备无。于寻歌的嘴角勾起一抹近在掌握的冰冷笑容。现在猎人与猎物的游戏才算真正开始。于寻歌从床底悄无声息地爬出，他意念一动，发动技能甲来。数据流光扫过，他变成了苏一彤的模样。他戴上鸭舌帽，从背包里拿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利斧，喝下隐形药水，走到床边。他本想对准脖子，但看到了那个黑色金属项圈，有装备一击毙命没把握。他毫不犹豫改变目标，对准了梁于川的右臂。他高高跃起，用尽全身力气猛地砍下，斧刃在灯光下划过一道死亡的弧线。梁于川惊恐地睁开眼，瞳孔中倒映出苏一彤那张充满杀意的脸，鲜血喷溅，一条小臂齐肘而断，飞向空中。梁于川的身体瞬间液化，
融入床单上的血泊之中，消失不见。于寻歌冷静地将断臂收入背包，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戴上索罗斯眼镜，喝下终极隐形药水，随即又灌下一瓶虚化药剂，直接穿墙而出。走廊里，梁家的保镖冲向卧室，与虚化的于寻歌擦身而过，却毫无察觉。庄园中，于寻歌以猎豹般的姿态在夜色中狂奔，身影快到拉出残影。湖边，伪装成苏一彤模样的于寻歌冷静地洗掉身上的血迹，将衣物点火焚烧，连同地上的灰烬一起铲入湖中。他再次隐身向市区跑去。于寻歌戴上口罩，混入最早一般的地铁人流，坐上黑车，高速驶离 S 市。梁家庄园，一架直升机紧急起飞。机舱内，梁于川脸色惨白，捂着血流不止的断臂，眼中满是怨毒，感知着血液的方向。S 市的电子地图上，一个代表于寻歌的蓝色光和一个代表梁于川的红色追捕扇形区域展开博弈。蓝色光点利用复杂的城市路线，不断摆脱红色区域的锁定，最终成功脱离城市边界。直升机上，梁于川感知中断，不甘地发出一声怒吼：“我记住那双眼睛了，我一定会找到你。”于寻歌已经身在 H 市的一家快餐店内，他看着窗外的街景，神情平静。一条金色的幸运丝线在他脑海中浮现，轻轻波动，引导他做出了离开 S 市的正确决定。我从不赌侥幸，有时候直觉就是幸运在指引方向。于寻歌来到一家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宠物医院门口，他的目光锁定在门口那个普通甚至有些破旧的猫窝上。回忆中，无数个日夜，各种各样的流浪猫在这个猫窝里休憩打盹。一位和蔼的医生定期为猫窝清洗消毒。游戏入侵后，万物都有可能发生变异，比如这个即将成为 S 级道具的。他的眼神变得势在必得。喵喵旅社。于寻歌看着那个平平无奇的猫窝，露出了计划通的微笑。夜色下，一个伪装后的于寻歌像个神秘的慈善家，在宠物医院门口郑重地摆下2个豪华猫帐篷和一排顶级猫罐头。他弯腰夹起那个破旧的灰色猫窝，转身潇洒离去。于寻歌一本正经地拍了拍胸口：“你虽然偷东西、抢东西，还爬床底，但你可真是个好姑娘。”内心世界里，天使于寻歌点头，旁边的恶魔于寻歌扛着猫窝狞笑：“好吧，我承认，我想要我就要得到。”第二天，另一个伪装的于寻歌走进医院，递上一张200万的捐款支票。在员工们的惊叹声中，深藏功与名。于寻歌风尘仆仆地赶回于家。饭桌上，苏一彤坐在他身边，优雅地用餐。突然，苏一彤手一滑，满满一杯红酒朝着于寻歌泼去。红酒在空中划出猩红的轨迹。于寻歌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明明有足够的时间闪避，却故意放慢了动作。红酒浸湿了他的衣衫。苏一彤急忙道歉：“啊，对不起，寻歌姐。”于寻歌笑着摆手：“没事没事，我上去换一件就好。”两人对视一个眼神，试探一个笑意盎然。于寻歌上楼时，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神冰冷：“儿童节是吧？我一定会在那天之前让小鱼寻欢离开他爸爸，过个自己的节日。”娱乐经纪公司里，于寻歌面对公司高层气场全开：“我准备退圈了，可以现在就发声明。”公司楼下刚被放出来的柳征流还没回过神，于寻歌走上前，啪的一声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是你欠我的。杀过人的人想法总会不太一样，普通人想的是算了，而我想的是……”脑海里闪过他冷酷割喉的画面：“要不还是杀了吧。但现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处理这些收尾的麻烦事。”别墅的顶楼，一个玻璃花房的钢结构拔地而起，迅速被玻璃覆盖。花房内一个厚重的木柜被组装起来，其背后的墙壁上，暗门的机关结构以透视的方式清晰展现。暗门打开一个长方形的密室呈现出来，密室的地板下重力感应装置的线路被铺设，并进行测试。只是一个苹果落下地砖就瞬间发光，遍布整个别墅的加湿器被安装好，并连接到中央控制系统。于寻歌站在改造完成的密室中，整个空间充满了未来感和安全感。他按下墙上的一个开关，所有的加湿器就同时启动，喷出淡紫色的带有能量粒子的薄雾，迅速弥漫了整个别墅。他拿出一瓶终极隐形药水喝下，在充满薄雾的密室中，他的身体自然变得透明，
但依然能看到一个被紫色粒子包裹的模糊扭曲的轮廓。我能用隐形药水，别人也能用。他看向密室外玻璃花房中那些美丽却普通的花草，但在这个家里，任何看不见的访客都将无所遁形。整个别墅都被一层神秘的淡紫色薄雾笼，如同一个绝对安全的堡垒，又像一个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的陷阱。长长的餐桌上，苏家人态度冷淡，于家父母则略显拘谨。饭后，于寻欢拉住正要离开的于寻歌：“姐，你是不是不高兴我结婚啊？”旁边的苏一彤眼神瞬间冷了3分。于寻歌做出惊讶的表情，随即又化为苦笑。他拿出手机，点开银行 APP， 手机屏幕上显示余额3000万。我是替你高兴，但看到这个数字，你替我焦虑吗？苏一彤看到数字，眼中怀疑消散。他按住正要转账的于寻欢，拿出自己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转账成功2000万。苏一彤微笑：“这是我和寻欢给姐姐的零花钱。”于寻歌立刻对苏一彤绽放灿烂笑容。寻欢从小到大的照片我都有，回头全发你，我这边删掉，保证全世界只有你有。于寻欢的笑容逐渐僵硬，直至消失。夜晚，地下黑室，一个伪装后的于寻歌与一个脸上带疤的男人枪王相对而坐。于寻歌意念一动，哗啦一声，50斤金条凭空出现，堆满了桌子，金光闪闪。枪王的瞳孔因震惊而放大，于寻歌的声音经过处理，沙哑低沉。目标于寻欢，不用伤及性命，打爆他的机器。于家卧室，隐形状态的于寻歌潜入于寻欢的卧室，对他发动命运齿轮。一个巨大的幽灵齿轮虚影在于寻欢头顶缓缓转动，降下灰黑色的厄运气息。与此同时，工作室外街头，枪王坐在车里，冷静地组装着一把带瞄准镜的狙击枪。早晨，于寻欢走出工作室大楼，枪王瞄准开枪，子弹呼吸一虚，却打中了旁边飞过的一只鸽子，羽毛纷飞。于寻欢受惊，开始慌不择路的瞎跑。枪王接连开枪，但子弹总是以各种离奇的方式打偏，被路过的卡车挡住，被风吹歪，击中路牌反弹，7枪全空。见鬼了！老子可是枪王！他收起枪，拔出一把匕首，冲了出去。昏暗的病房里，于寻欢躺在床上，脸色惨白。易秋果在一旁哭天抢地，于青山则失魂落魄的抽着烟。于寻歌匆忙赶到，脸上是完美的悲痛与震惊。易秋果哭诉：“他这么乖，多大仇啊？那人有枪，后来又用刀，畜生啊！”于寻歌双眼含泪，嘴唇颤抖，看起来伤心欲绝。这不可能，还能接上吗？他的表情悲痛，但内心独白却是截然相反的狂喜。nice 啊，50斤黄金没白花。于寻歌站在病房外，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担忧和凝重。我们这种普通人家，怎么可能得罪有枪的人？伊秋果和于青山听到枪字，瞳孔一缩。这种方式像是在恨我们整个于家，想让于家断了香火。易秋果脸色煞白，猛地看向于青山，压低声音：“是不是苏家？”于青山摇头，但眼神已经变得无比凝重。寻歌以不打扰弟弟休息为由，将两人引出病房，并以免得苏一彤怀疑为借口，拒绝了回家住的提议，完美脱身。隐形状态的于寻歌悄然折返，从门缝中窥视着病房内。会不会是于寻歌的仇人？遇事要冷静，不要撒气。他惹的人，干嘛不对他出手？父子两人激烈的争论了起来。易秋果惹事，苏家不满，工作上得罪了女人，每一个猜测都被于青山冷静的否定。于寻欢胸膛剧烈起伏，眼中充满了绝望。他不抱希望地说：“我这种情况。”于青山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医生说了，不影响你生孩子。”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肯定：“晚点也没事，这种事重要的是技术。”于寻欢那张瞬间从死寂变为彻底绝望的脸，隐身状态的于寻歌因为强忍着爆笑，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于寻歌走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哼着小调，脚步轻快，整个世界的色调都变得鲜艳明亮。这才是复仇之路，
我要让他每分每秒都活在痛苦和惊惧之中。呵呵，入赘苏家，呵呵，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做。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于寻欢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尴尬场景，忍不住笑出了声。于寻歌走进别墅，表情从愉悦变为严肃专注，关上门后环顾四周，开始为未来布局。银行 APP 上巨额的存款数字不断减少。现实中，他通过各种渠道将一箱箱密封好的金条运回别墅。他打开游戏背包，将一箱箱金条数据化输入，翻好几遍。现实世界的纸币在他手中燃烧成灰烬，而他脚下则是由金条铺成的坚实地面。游戏入侵后，货币会崩盘，但黄金永远是硬通货，特别是当地经商人出现的时候。一个狡诈的戴着单片眼镜、搓着手的地经商人虚影，在金条堆上浮现，对着镜头露出贪婪的微笑。于寻歌看着自己背包里满满的金条，露出了一个深谋远虑、尽在掌握的笑容。拍卖行里伪装后的于寻歌将一箱箱古董珠宝交给地下拍卖行的鉴定师。后巷里，他与黑市商人交易黄金，察觉对方不怀好意，索罗斯眼镜闪过红光。在狭窄的后巷里，他利用工程学炸药制造混乱，手持双枪，冷静地进行反杀动作，干练眼神冰冷。结束枪战后，他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眼神锐利，整个人的气质已经从一个复仇者变成了一个适应黑暗法则的老兵。屏幕上浮现字幕：资产黄金3200斤，港币8亿。于寻歌一身低调的蓝色西装，走进珠光宝气的宴会厅。他看到了阴郁的于寻欢和依旧高傲的苏一桐。于青山凑近他眼神，审视的温声询问道：“最近变化很大，遇到什么事了？”在意大利认识了个黑手党男友，跟着他闯了半个月，飒不飒？我还搞到一把枪。于青山的笑容微微一僵，于寻歌乖巧的点头答应会把枪交给父亲保管，然后自顾自的开始专心吃饭。订婚宴后，于寻歌开始他的精神骚扰计划。于家门口，几个雇来的年轻男女扮演私生饭，又哭又闹，拉着负心汉于寻欢，还我青春的横幅场面极度红热。于寻欢的手机屏幕被无数信息淹没，瀑布般的黄色信息不断弹出。GAY 吧的交友请求疯狂刷屏，手机不停的震动，屏幕忽明忽暗，仿佛即将爆炸。于寻欢被折磨的精神崩溃，捂着头，最终选择搬进酒店。6月6日凌晨3点，一身黑衣的于寻歌冷静地站在酒店对面的阴影中，抬头望着27楼的某个窗户。他看了一眼手表，时间1分1秒的流逝。于寻歌走进酒店内的监控死角，拿出终极隐形药水，一饮而尽。他的身体缓缓消失在夜色中。他没有坐电梯，而是走向了安全通道，开始一层一层的向上攀登。楼层数字的指示牌在他身边不断闪过，10F、15F、20F。他的脚步沉稳而有力，没有一丝犹豫。第一次阻止你，是为了我自己活命。他的隐形身影停在了27楼的走廊里，正对着于寻欢所在的房间门。这一次是为了先给你希望，然后再让你彻底绝望。他的手缓缓抬起，准备敲响那扇决定命运的门。隐形状态的于寻歌如幽灵般穿墙进入于寻欢的酒店房间。小麻雀的黑白骨骼视角从盆栽的枝叶间监视着床上辗转反侧的于寻欢。于寻歌看到角落里被砸的手机，他用脚尖轻轻一挑，手机无声的飞起，落入他手中，被收入背包。他穿墙进入隔壁自己订好的房间，拿出手机对准墙壁，精准地复现了撞击的角度和力度。他再次潜回，将被砸坏的手机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地。离开前，他对着床上的于寻欢发动了技能，一个幽灵齿轮虚影在于寻欢头顶浮现，缓缓转动，降下厄运。于寻歌回到隔壁房间，准时下载游戏。登录界面上，他的角色歌乌恩旁多了一个鲜红的通缉中标识。现实中，他发动甲来，身体缩小，变成了一个绿皮地精。游戏界面里的亡灵角色也被一层数据流扫过，变成了同样的地精人。他进入游戏，出现在一片坟地里。远处的亡灵城门口，挂着他原本亡灵形象的通缉令画像。地精形态的于寻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城。
于寻哥找到地精老板询问是否收购黄金，地精老板捻着胡子奸笑：“时间就是金钱，朋友，有黄金，你为什么不自己做成金币呢？”于寻哥心中一动，立刻支付了100金币的学费。一本金色的 A 级技能书《铸金术》融入他的体内，他拿出一条金条，发动技能，金条在他手中融化成流动的金色液体，液体在魔法符文的包裹下，重新凝聚成一枚闪闪发光的地精金币。一缕微弱的金光从金币中被抽出，飞向空中消失。税收，他的熟练度+1。于寻哥内心狂喜，每天3枚，这简直就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印钞机。伪装时间所剩无几，于寻哥不再犹豫，小山般的金条被他从背包里倒出，堆满了地精商店的柜台。屏幕上3240斤黄金的数字与6000金币的数字进行着疯狂的换算和跳动，最终定格。拿到巨款后，他开始在城中狂奔。他冲进工程学大师的东房，将金币拍在桌子，技能树瞬间被点亮到高度。他跑进炼金术学院，同样的操作，技能树再次被点亮到高级。无数的配方卷轴、工程学蓝图，如同星河般涌入他的脑海，将他的知识库瞬间填满。他学完了所有能学的配方，金币几乎见底，但2个专业的技能树已经变得无比繁茂和强大。他伪装的地精脸上那双小眼睛里，闪烁着对力量的极致渴望和掌控一切的自信。上辈子我被拒之门外，只能仰望这些知识。他紧紧握住了小小的拳头，仿佛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这一世，我要把所有的力量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于寻哥在拍卖行界面飞速操作，购买了36格背包和冷却缩减项链。突然，一个商品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屏幕被一个 SS 级技能书的图标占满，幻影移形4个大字散发着七彩神话光芒，背景是破碎的空间星河。无冷却时间，施法时间 0.1秒，价格标签10000金币。他的瞳孔瞬间放大，技能树的光芒倒映在他眼中。我必须得到这个技能。随后，于寻哥退出游戏，变成隐形状态，潜回于寻欢的房间。此时，他烦躁地走向行李箱，四处翻找着什么。他竟然翻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我操，大爷，还有平板！于寻哥迅速抬手，掌心毫不犹豫地对准于寻欢。昏昏等地。一道无形的蓝色光波击中于寻欢，他双眼一翻，软软的栽倒在地。城市巷口街道上，于寻哥打电话给枪王，下达了一个奇怪的任务。2个壮汉司机在巷子里找到一台孤零零的双开门大冰箱，面面相觑。2人合力将冰箱搬上皮卡，在公路上演速度与激情，疯狂超车。最终，冰箱被稳稳地放在了郊外的树林里。于寻哥到达森林，挥手将冰箱数据化吸入背包。于寻哥做完了所有准备，前行至苏家庄园外。时间紧迫，第2次内测即将结束。他站在庄园的一角，激活了索罗斯眼镜。随后，他的主观视角瞬间改变，宏伟的庄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由数据流构成的3维立体副本。巡逻的保镖身上被标注了移动路径和视野范围，镜头的焦点穿透层层建筑，最终锁定在庄园地底深处一个闪烁着耀眼金光的巨型宝箱图标上。藏宝室。隐身状态的于寻哥如幽灵般穿行在苏家藏宝室的通道中，他轻松地穿过一道道激光网格和红外线扫描，高科技安防在他面前如同虚设。当他推开最后一扇沉重的大门时，警报骤然响起。他毫不在意，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里面堆积如山的金砖，金光闪闪，晃得人睁不开眼。于寻哥瞳孔放大，发财了。于寻哥整个人扑在金砖堆上，疯狂地将金砖往背包里塞。背包格子里的金砖图标飞速+99，通道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枪械上膛声。他看了一眼还有20个空格的背包，果断收手。保镖们冲了进来，为首的苏家家主怒吼：“开火！”密集的火河
子弹在金砖上打出绚烂的火花。鱼群哥已躲在门后，点燃几包炸药，朝着前方布满电网的地面。爆炸过后，电网被摧毁。他喝下虚化药剂，穿墙而出。鱼群哥没有逃离，反而潜入了苏一彤的房间。苏家三兄妹苏白葛、苏锦玄、苏一彤正戴着游戏头盔对楼下的骚动充耳不闻。鱼群哥冷笑，心真大。他抬手，3发无形的昏昏倒地射出，3人接连软倒，2个实体化的包裹从苏一彤身上掉落，还有意外惊喜。他走上前捡起包裹，目光落在苏一彤的耳边。他掏出杀猪刀，撩起苏一彤的头发，看到了那枚蓝钻耳钉。苏一彤被剧痛惊醒，捂着鲜血淋漓的右耳，发出凄厉的惨叫，但四周空无一人。地精形态的鱼群哥已经趴在苏家床底，进入了游戏。他找到地精商人，将小山般的金砖倒了出来。地精商人沉默。6万金币，换吗，我的朋友？你有吗？那你有多少？2万。您没有朋友吗？地精商人顿住。我不换了。鱼群哥急忙说道。我就是您最忠诚的朋友。真令人恶心。好吧，我恶心的朋友，成交。鱼群哥又找到暴躁的地精工程师。老师。工程师暴跳如雷。没钱，滚去找比尔那个家伙。鱼群哥骂骂咧咧的拿着2万金币冲进拍卖行。他双眼放光，直接在 SS 级幻影移形技能书上狠狠点击了一口价，1万金币的数字瞬间清零。SS 级技能书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七彩流光，猛地冲入他的背包。钱没了可以再赚。他看着背包里剩下的1万金币和琳琅满目的拍卖行商品，眼神变得锐利而疯狂。但力量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开始疯狂购物。他点击全部购买。屏幕上鱼群哥的金币余额23116金正在飞速燃烧，一张张华丽的动态技能卡牌和道具卡牌接连弹出。A 加级阿尼玛格斯，鱼群哥的身体数据化变成一只灵巧的黑猫，悄无声息地跃上屋顶。A 加级影子操控，他的影子从脚下站起，变成一个漆黑的人形，模仿他的动作施展法术。A 加级光明之拳，他手一挥，地面裂开，涌出散发着圣洁光芒的泉水。B 级食神的口水兜，一个可爱的维都飞向他，他吃下一块肉干，身上爆发出双倍的增益光环。B 级魔术师的假牙，他张开嘴，一颗牙齿闪烁了一下，一个保险箱被他吸入牙槽内的异空间。金币余额见底，只剩下220级。购物结束，地精形态的鱼群哥没有下线，而是跑到戒备森严的亡灵宫殿外，冷静地观察了片刻。随后他走进传送阵，光芒一闪，他被传送到一座建立在巨树之上唯美而奇幻的城市血月城。天空中一轮雪月高悬，鱼群哥走到华丽的精灵护卫长面前，刚想故技重施，精灵护卫长眼神一冷，瞬间拉开长弓，弓弦被拉成满月，一直由月光能量凝聚而成的箭矢在弦上升腾，散发着致命的气息。箭矢的目标直指鱼群哥的眉心，在鱼群哥的主观视角里，整个世界被染成一片血红。在箭矢即将离弦的0.1秒内，他没有选择逃跑。道神的道也可以是强盗的道。S 级道神卡牌的巨大虚影在他背后轰然展开，一只无视了物理距离的能量巨手穿越空间，直接抓向护卫长的身体。系统提示1：窃取成功。系统提示2：你已死亡。他的身体在月光箭矢触及前，化作无数光点破碎消散。现实中趴在床底的鱼群哥睁开了眼睛。13:06分，第2次内测结束。他手中的手机化为黑烟，地上多出了2个崭新的36格包裹。他第一时间修改伪装面板，隐藏了刚刚到手的新天赋。然后他闭上眼睛，开始感知那个耗费了1万金币的终极技能。鱼群哥的眼前，整个 S 市的3维立体地图缓缓展开，如同一个精密的沙盘。一条歪七扭八蛋、闪闪发光的路径在地图上亮起，连接了余家、苏家、梁家、黑市酒店，所有他曾踏足过的地方。只要是我曾踏足过的地方。他嘴角勾起一抹自信到极致的微笑，猛地睁开双眼，瞳孔中闪烁着空间魔法的蓝色光芒。便都是我的礼物。他心中一动，发动了幻影移形。
他的身体瞬间被扭曲的空间光影所包裹，在一阵无声的波动中消失在床底的黑暗里。深夜，空无一人的海滩，沙滩上突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剧烈的爆炸将沙土掀起数十米高，形成一个小小的蘑菇云。镜头拉近100米开外，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纤细身影静静站立，风衣下摆被爆炸的气浪吹得猎猎作响。他正是于寻歌。于寻歌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一双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明亮和冰冷。舒服了。于寻歌的身影由虚到实，如同蓝色粒子般重组出现。他看了一眼床上睡得正香的于寻欢，于寻歌抬起手对准于寻欢，蓝色虚拟面板在于寻歌眼前弹出，偷窃技能对非玩家目标无法使用。于寻歌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微笑。还不是玩家吗？没关系，游戏很快就开始了。于寻歌的身影再次化作蓝色粒子消散。于寻歌维持着隐身状态，靠在墙边，饶有兴致地查看自己的新能力。巨大的蓝色虚拟天赋面板在他面前展开，普通人不可见。神赐天赋神射手 A， 技能1你太弱了被动，战斗时你能敏锐探查到敌人的弱点。技能2必爆，被动7的倍数，射击必定暴击。技能3我要开始认真了，被动瞄准超3秒必中。技能4我现在强的可怕，主动射击附带冰火雷属性。得，4个技能3个被动，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看来得搞把弓来玩玩了。他收起面板，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打着哈欠来上班，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于寻歌的身影如鬼魅般跟了进去。于寻歌再次出现在于寻欢的床边，他先是对着沉睡的于寻欢虚空一指，一个微缩的转动的灰色齿轮图标从于寻欢头顶冒出，然后碎。幸运值改成1，开胃菜而已。他拿出一根细小的针管，小心翼翼地朝于寻欢的手臂扎去。突然，于寻欢睡梦中猛地抬手挠了挠耳朵，躲开了针头。于寻歌一愣，再次尝试。于寻欢又翻了个身，开始挠头发。于寻歌不信邪，换个角度。于寻欢睡梦中开始挠屁股，然后挠脚趾。于寻歌额头青筋暴起。你小子是装睡吧？眼看于寻欢眼皮颤动，似乎要醒。于寻歌毫不犹豫的手指一弹，于寻欢脑袋一歪，彻底没了动静。世界终于清静。于寻歌出现在海滩，从包裹里拿出几个被布包裹的小部件和几包炸药。他利落的在沙滩上挖坑，将东西埋好，点燃引线，瞬间出现在100米外。爆炸画面出现。爆炸后，于寻歌走回被炸成焦黑的坑边，拿出铁铲和桶。他面无表情的将所有灰烬和碎块铲进桶里，随之走到海边，将桶里的东西全部倒入翻涌的黑色大水。直接杀了，再爽1分钟。每天报仇才能每天都爽。他闭上眼睛，脸上是复仇成功的惬意和满足。1秒后，于寻歌猛地睁开眼睛。靠！我刚才直接用魔法飞弹炸不就行了？忘了自己是个魔法师了。一只颤抖的手接过试管，于寻欢双眼含泪，眼神中混杂着不敢置信、感激与嫉妒。看着对面的姐姐于寻歌，父亲于青山和母亲易秋国屏住呼吸，脸上则是极度的渴望与紧张。于寻歌急切地鼓励道：“快喝，试试看能不能治好。”于寻欢一仰头，将红色液体一饮而尽。2天前，牙科诊所，于寻歌躺在牙椅上，医生拔掉他一颗牙。他面不改色，将一颗古怪的假牙按入牙槽。假牙接触牙槽的瞬间，发出一丝微弱的蓝光，咔嗒，
一生完美嵌入港城后巷。于寻歌将一叠照片递给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男人递给他一个沉重的箱子，箱子里是仿制的珠宝古董。深夜时分，于寻歌站在于家书房中央，他打开了一个暗格，将几块沉甸甸的假金条塞了进去。于青山这个废物，这么久还没发现密室被我搬空了，得赶紧把假货填上，不然我的牢底就要被揭穿了。于寻歌、于青山、易秋果围坐在床边，于寻欢低着头坐在床上，神情阴郁，但努力装出乖巧的样子。于寻欢顺从地问道：“姐，你叫我们来到底什么事？”易秋果面上带着不耐烦：“就是神神秘秘的。”于青山则故作温和地说：“寻哥别卖关子了。”于寻歌确认房门锁好，凑近三人，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道：“我找到了，可能能治好弟弟的办法。”一瞬间，于寻欢猛地抬头，于青山和易秋果也瞪大了眼睛，屋内的空气凝固了。于寻歌半真半假的叙述：“我前几天玩了个游戏，结果游戏突然没了，手机也跟着消失了。”他拿出自己的新手机，在三人面前搜索，屏幕上显示无结果，但游戏里的东西和技能都被我带出来了。于青山和易秋果的呼吸变得急促。真的假的？你可别开这种玩笑。当然是假的，但你们信了就行。于寻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灰色小包，小包只有巴掌大，看起来毫不起眼。在三人震惊的注视下，他从小包里掏出3盒底鸡，远超包包本身的巨大饭盒放在桌上。于寻欢瞳孔地震，这空间装备。于寻歌再次伸手入包，拿出了那只装着红色液体的试管。于寻歌眼神炽热地看向于寻欢，这个是游戏里的治疗药剂，快你快喝喝看。于寻欢颤抖着接过药剂，眼神复杂地看着于寻歌。感动吧，嫉妒吧，这才刚刚开始。伊秋果着急地催促道：“寻欢，快喝啊，发什么呆？”于青山拳头紧握身体前倾，恨不得亲自来灌。于寻欢仰头将药剂一饮而尽，全场寂静。1秒、2秒、3秒，于寻欢缓缓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裤子，无事发生。他的脸从满怀希望瞬间转为死寂般的阴沉和绝望。还是9厘米。于寻歌立刻上前握住他的肩膀，强颜欢笑，语速极快地安慰道：“没关系，就算这个不行，我们知道了有这种神奇的事，我能赶上，下次你也能。”他又笑着转向父母：“我本想叫一同演员，苏家势力大，肯定知道更多内幕。”于寻欢深吸一口气，平复心情，他毕竟是演员。姐，那你弄到了什么技能？于寻歌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不算技能，是个天赋，可以修改一个人的幸运值。”他伸出手指，仿佛在操控无形的力量。于寻歌笑着问：“要不要试试？我可以让你今天的幸运变成最高的10。”于寻欢看着姐姐真诚的笑容，眼神中的嫉妒和失落渐渐褪去，只剩下真正的感动。这么大的秘密，他竟然告诉了我们。算了，以后不让一同打压他了。于青山和伊秋果对视一眼，神情复杂。这奇遇怎么不是我儿子遇上？不过这丫头总算还有点良心。真是个傻丫头，什么都跟家里说。于寻歌打开饭盒，招呼大家吃饭，然后顺手将那个灰色小包收回口袋。于寻歌不好意思地笑：“这个包包空间太小，就不分享了。”于青山和于寻欢看着他，这次没有不悦，反而觉得有些好笑。哎，我姐还是那么抠门。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于寻歌微笑着，眼神扫过每一个人。于寻歌的眼睛温柔的笑意缓缓褪去，只剩下冰冷的算计。演技能骗过你们就好，不过要是你们俩老的以后抽中了什么好天赋，脑海里上辈子他被追杀的血腥画面一闪而过，就别怪我立刻灭掉。于家4人围坐在餐桌旁，气氛凝重。于寻欢的脸色难看，声音沙哑：“苏一桐，他的耳朵被人割了。”易秋果震惊地捂住嘴，随即转头看向于寻歌：“那之前寻欢你那事儿，肯定是苏家的仇人干的，哪里出气？”于寻欢紧抿嘴唇，表情复杂，显然是默认了。于寻歌放下筷子，看似关切地开口：“寻欢，不管是不是，马上都要成一家人了，你还是搬去苏家住吧。
总比在外面安全。不管是不是吧，多半就是了。但你就当他不是，你说是吧？于寻歌坐在床边，绿光一闪，他的身形迅速变化，皮肤变得碧绿，耳朵变尖，鼻子又大又长，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地精形象。为了变强，形象算什么？他伸出绿色的爪子，叮叮当当的抽出几枚金币，熟练的放进一个袋子。做完日常，他喝下一瓶隐形药水，身影消失在空气中。地精形态隐身的他出现在苏一彤卧室中央，周围突然喷出细密的水雾。他看到自己绿色的手指开始在空气中显现轮廓，显形喷雾。空间波动特效再现，于寻歌瞬间消失。他狼狈地出现在自己房间，隐形效果已经完全消失。吓死我了！大手笔，24小时喷显形药水，他们家家具不怕发霉吗？不过没关系。他哼了一声，再次拿出一瓶隐形药水，一饮而尽。他的身影直接出现在苏一彤的床底。从床底缝隙看向外面，确认安全。他又出现在梁于川的床边，发现床底被封死。他迅速扫视房间，目光锁定衣帽间，确认安全后，一只绿色的手悄悄伸出，对准床上的目标。于寻歌得手后，身影迅速消失。于寻歌在厨房里。烹饪技能经验+1的提示不断跳出，他将做好的肉食放在门口的猫窝边。炼金实验台前，瓶瓶罐罐发出各色光芒。炼金术经验+5。工作台前火花四溅，他在组装复杂的机械零件。工程学经验+5。别墅2楼，他拉开一张墙弓，修，箭矢正中靶心，敏捷+1的面板一闪而过。别墅区的湖边，他悠闲的钓鱼，一条变异的鱼被甩出水面。钓鱼技能经验+3。镜头拉回炼金实验台，于寻歌看着手中最后一株从游戏里带出的草药化为灰烬，他眼前弹出一个红色的剪刀面板，材料不足，炼金术等级已达瓶颈高级7710万，无法继续提升。于寻歌眉头紧锁。看着空空如也的材料箱，麻烦了，现实里的材料已经用完了。于寻歌走进装修奢华的包间，于青山和易秋果已经就座。鸿门宴吗？他落座前不着痕迹地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耳钉和牙齿，角色面板上一排排装备道具瞬间变灰，被收纳进一个名为魔术师的假牙的特殊格子里。半小时后，包间门被保镖推开。苏一彤走了进来，她换了28分波浪卷发，巧妙地遮住了右耳的空缺，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单片眼镜。她身后跟着表情阴郁的于寻欢。于寻歌在内心疯狂吐槽：笑死，一个成了9厘米战士，一个成了1只耳，谁还敢说他俩不是绝配？苏一彤进门的一瞬间，单片眼镜镜片上闪过一道微不可察的蓝光，对准了于寻歌。于寻歌对着炼金锅炉满头大汗，屏幕上不断弹出熬制失败的红色警告。他烦躁地抓着头发，看着脑海中女王领导师的教学视频，眼神充满困惑和无奈。于寻歌感到焦躁，为什么不行？每个步骤都一样，什么狗屁教学？于寻歌静静地坐着，反复观看教学视频，眼神从急躁变为专注，再到欣赏。视频中的女王领导师动作优雅如舞蹈，调配药剂如同指挥交响乐，各种药材的属性以不同颜色的光线形式具象化，在导师手中完美融合。原来如此，这不是死板的配方，这是艺术。他重新站到炼金台前，神情肃穆，开始有条不紊地处理初级、中级的药剂配方，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苏一彤的单片眼镜视野中弹出了于寻歌的属性面板，人物于寻歌0级0.001%，神赐天赋无法探查，种族人类，血量100，魔力100，力量5，体质7，智力7，
敏捷期、幸运问号、魅力问号。苏一彤看到0.001%的经验，一律消散大半。看来于寻欢没骗我，确实只玩了很短时间。他脸上的冰冷沉闷瞬间融化，变得温和起来。一旁的于寻欢见状，悄悄对于寻哥挤了下眼睛，一副搞定了的表情。于寻哥内心翻了个巨大的白眼，恶心。苏一彤回忆起于寻欢的话，自我攻略。寻欢说他9号就想告诉我们了，只是我当时有事没去，把这么重要的事告诉还没过门的家人。苏一彤看向于寻哥，眼神中多了一丝怜悯和认可，嘴角微扬。这个人真是傻得可爱，是真心把我们当家人了。苏一彤完全没意识到自己 B 级的探查道具在于寻哥的伪装面前如同摆设。于寻哥平静的脸与苏一彤自以为掌控一切的温和笑容形成强烈对比。于寻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猛地睁开眼睛坐起。他想起苏一彤的单片眼镜镜片上闪过一道蓝光的画面。于寻哥突然开始焦虑，不行，那个眼镜给了我极大的危机感，万一呢？万一有人拿到了 S 级的探查道具呢？于寻哥不禁开始想象出画面，他的头顶上空，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属性面板被强制展开，上面神赐天赋一栏密密麻麻，如同霓虹灯般闪烁，吸引了无数贪婪的目光。他惊出一身冷汗，我不敢赌。于寻哥翻身下床，眼神变得决绝。睡不着，根本睡不着，那就去进货。绿光一闪，于寻哥变为地精形态，喝下高级隐形药水，身影消失。他轻车熟路地潜入苏家，目标是苏家二哥苏锦玄的房间。苏锦玄上辈子的顶级弓箭手，也是最喜欢踩着于寻欢来欺负我的极品大舅子。他的手即将碰到门把手时，动作突然一顿，一段尘封的记忆涌上心头。喂，你去前面引怪。一支箭矢意外射偏，逼得于寻哥狼狈得逞，被怪物一种击中，血量下降。副本结束后，于寻欢将自己的战利品塞给于寻哥，一脸愧疚。姐，对不起，都怪我。苏锦玄他就是那种人，别往心里去。地精形态的于寻哥站在门外，眼神变得锐利无比。我当时只觉得生气，现在想来，于寻欢分明是在故意激化我和苏家的矛盾。那我和梁家、韩家的仇，不会也是他挑拨的吧？他气得攥紧了拳头。如果真是这样，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好了？我又没有道德底线，你一劝，我不就干了？于寻哥推门而入，床上苏锦玄睡得正沉，他走到床边，眼神冰冷，伸出绿色的手。命运齿轮，一个微缩的转动的灰色齿轮图标从苏锦玄头顶冒出，然后碎裂，幸运值瞬间降到1。奥运会已经没你的事了，安心当个普通人吧。他开始持续施法，我要这个、这个和这个。无数淡紫色的数据流如同萤火虫般从苏锦玄体内飞出，汇入于寻哥的身体。系统音不断响起：敏捷+1，敏捷+1，智力+1，敏捷+1。进货完毕，已恢复人形的于寻哥站在天台边缘，俯瞰着尚未苏醒的城市。他抬起手，一面巨大的蓝色虚拟面板在他面前展开，属性值闪闪发光。人物于寻哥，灵级0.001%，智力11+1，敏捷18+3。于寻哥看着自己的面板，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灵级又如何？于寻哥在搜刮完苏锦玄的属性后，从他身上翻出一条腰带，他捏着腰带的一角拎起来，腰带又黑又硬，泛着油光。体质+1，但这玩意儿是跟杀猪匠的围裙一起泡了10年猪油吗？他犹豫了一下，算了，不能飘，好歹能卖几10个银币呢。他屏住呼吸，把腰带丢进了背包。于寻哥戴着口罩和帽子，在候机厅闭目养神。一个女孩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她紧张又激动地说：“请问您是于寻哥吗？我太久没听到您的消息了。”于寻哥愣住，随即拉下口罩，露出一丝久违的温和的微笑。飞机客舱，于寻哥看着窗外的云层，眼神变得深邃。娱乐圈的烦恼好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苏一彤的背景是无数金钱符号和被抢走的任务物品。
梁于川的背景是带血的边缘和破碎的肢体。韩家姐弟的脸，他们笑着递过来一朵鲜花，花朵瞬间变成吐着信子的毒蛇。于寻欢是三姓赘婿，我就是三姓叶文女主神，这笔账得去 B 市好好算算。于寻哥站在 B 市繁华的街头，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B 市的暗道怎么走？去 XX 银行往北走，找个麦肯王，进去说要疯狂星期三套餐。然后他说没有，你就要个2块钱的甜筒，不要桶，冰淇淋装杯子里，他会带你去。为什么 S 市找个后门就行？啊，因为你上次进的不是真的暗室。不可能，我都在里面买凶器机了。S 市的要去 XX 咖啡厅，要2升装黑咖啡，然后给他1颗金豆子。还是首都人真诚。我等你电话。电话挂断后，于寻哥冷笑：谁要给你打电话？几分钟后，于寻哥一个人蹲在马路牙子上，再次拨通了枪王的电话。枪王明知故问：咋了？没进去？他把我轰出来了。我给了现金，他不要。他们不收现金，只要黄金2克的。你刚才怎么不说？让你感受一下首都的真诚。隐身的于寻哥藏身于堆满包裹的货车车厢内，车厢外是飞速倒退的城市夜景。一张虚拟地图在他面前展开，一个红点正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向韩家庄园靠近。幻影银行虽好，但没靠背，还是得靠真正的现金。隐身的于寻哥出现在豪华卧室内，他熟练地准备钻入床底，咚一声轻响，他的头撞在了坚实的木板上。靠，这床是实心的。他无奈地在床尾盘腿坐下，开始熟练的操作。灰色齿轮图标在韩千善头顶碎裂，他被一层微弱的魔法光芒笼罩。幸运归一，开胃菜，主菜来了。昏昏倒地。他伸出手，开始施展技。智力+1，智力+1，叮，获得特殊物品，索罗斯礼帽。于寻哥眼神一亮，收拾。于寻哥拿出索罗斯面罩和索罗斯眼镜。黑色礼帽、银色面罩、金矿眼镜自动漂浮到半空中，3件物品各自散发出强烈的光芒，光芒交织、旋转，最终融合成一个耀眼的光球。光芒散去，一枚小巧精致的银质怀表静静悬浮在空中，表盖上刻着繁复的纹路。大丰收。他立刻开启了探查的节能模式。整个世界在他眼中瞬间改变，床上的韩千善头顶出现了一行蓝色的数据条。于寻哥从30多公里外精准地回到了按摩店的厕所里。他洗去疲惫，换上干净衣服，躺在床上，将那枚银质怀表挂在脖子上，小心地藏进内衣里。他闭上眼睛，准备休息。突然，一段血色的记忆涌入脑海。于寻哥被绑在地上，韩家姐弟在他背上用匕首刻画着屈辱的奴隶阵法。阵法完成，咒语念毕，就在屈辱即将完成的最后一刻，于寻欢如同英雄般破门而入，大喊着住手。现在用我 2.0 版本的猪脑一想，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等阵法画完，咒语念完才来，舍不得。于寻哥坐起身，窗外的晨曦照在他脸上，一半光明，一半阴影。他拿出那枚怀表，轻轻摩挲着。如果就这么一刀杀了仇人，我余生都会在半夜坐起来扇自己巴掌，那感觉就像饿了10天走进自助餐厅，结果却为了健康只吃了盘蔬菜沙拉。于寻哥坐在诊疗椅上，对面是一个戴着脏兮兮口罩的黑诊所医生。医生，我最近总觉得一闲下来就骨头痒，想搞事，我是不是病了？黑诊所医生翻了个白眼儿，你这不是病，是贱。于寻哥面无表情，默默在内心吐槽：好毒的嘴，
难怪只能开黑诊所。他拿出2根头发，平静的开口：“验一下 DNA。”鱼寻哥锁定了新的目标，闲着也是闲着，去照顾一下男主的好兄弟叶东。脑海里一会儿是叶东油腻的脸凑近：“美女，做我女朋友吧。”一会儿是叶东对着于寻欢说：“你对你姐姐也太宽容了。”一会儿是副本里叶东的傀儡手办保护着所有人，唯独将于寻哥暴露在怪物爪下。罪不至死，我一向很宽容。于寻哥潜入叶东的家，找到了那个花里胡哨的小人手办。他掏出匕首，干净利落地砍掉了手办的2条手臂，又刷地剃光了他的头发。巷子口，于寻哥将手办的零件和头皮在掌心捏成粉末，他将灰烬轻轻撒入垃圾桶，如同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他站在路灯下，看着车来车往，45度角仰望天空。我大概就是所谓的活菩萨吧。隐身的于寻哥站在墙角，饶有兴致地看着韩家姐妹在房间里无能狂怒。暴怒的韩千善用力摔碎一个花瓶。我的礼貌也没了，别让我知道这个贱人是谁，我要扒了他的皮。韩千海则一脸焦虑，万一他之后又来偷怎么办？我们的属性点还能不能涨回来？于寻哥听着他们的对话，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微笑。于寻哥走出机场1周的出差，让他略感疲惫。于寻哥默默在心里立下 flag， 接下来我要做个好人，不搞事，不搞人，认真学习。他抬起头，看到了接机口站着的身影。于寻欢脸上带着刻意流出的胡渣，眼神疲惫中带着惊喜的光，手里还提着一个明显已经冷掉的 MG 早餐袋。于寻哥在内心疯狂吐槽：细节，全是细节，每一个细节都在呐喊。虽然不知道你几点航班，但我很早就来等你了。大哥，你就不会直接问我几点到吗？于寻欢看到他，立刻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迎了上来。于寻哥一脸你继续演我就看着的表情，和于寻欢那影帝级的笑容对上，显得十分滑稽。于寻哥打了个哈欠，看着窗外，对面的于寻欢还在努力维持着他的人设。于寻哥看似疲惫，随口一提，在 B 市，我打听到一个疑似玩家的消息，你可能还认识。于寻欢的眼神瞬间一亮，一个叫一雪之冬的游戏主播叶东，有人说他可能有和声音有关的技能。他观察着于寻欢的微表情，继续抛出诱饵，比如他喊站起来，队友就会突然变起来，神赐天赋，千奇百怪。于寻欢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嘴上却附和道：是吗？我们还是好朋友呢，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于寻哥在内心冷笑，好朋友，我倒要看看一个普通人要怎么和一个玩家继续当好兄弟。炼金室里，于寻哥近乎虔诚地观看脑海中的教学视频。当他看到第2遍时，视频中的亡灵女导师突然开口讲解了一句关键要领，于寻哥的脑海中一个锁住的知识点被瞬间点亮。于寻哥惊喜，老师，您这是在资敌啊？厨房里，他陷入学习瓶颈，便转身来到厨房，为门口猫窝里的几只猫咪烹饪美食。他温柔地抚摸着一只橘猫的脑袋，猫咪头上冒出力量+1的微缩图标。于寻哥享受此刻的宁静。开放式养猫关系挺好。烤箱前，他发现某道菜有增加专注力的效果，于是灵机一动，将材料做成小饼干。烤箱里满满当当烤了1000多块。书桌前，他一边吃着专注力小饼干，一边观看炼金视频，学习效率加200%的提示框在旁边闪烁，无数之前忽略的细节在他眼前变得清晰无比。于寻哥退圈的词条冲上热搜。寻哥退圈是因为之前经纪人的事受到了伤害吗？于寻哥面对镜头坦然一笑，我很好，没有受到伤害，只是累了，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网友弹幕：姐姐是不是嫁入豪门了？于寻哥对着直播镜头喝了口水，没有报复，也没嫁豪门，算了下存款，够我花了。网友弹幕：有人扒出你在卖包包，是不是缺钱了？于寻哥理直气壮地说：对，是我卖的，以前是职业需要，现在不需要了，当然要卖掉。有传言说你有富2代男友。于寻哥挑了挑眉，眼神带着一丝锋芒。没有，不打算恋爱，不打算结婚，我没兴趣花别人的钱。他顿了一下，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理直气壮、
甚至有点小得意的笑容。于寻歌斩钉截铁：“我的钱只够我一个人花。”他自信的笑容和他从苏家搬走黄金的画面形成绝妙的讽刺。于青山、伊秋果和于寻欢一家3口站在别墅门前。于青山自信地将手指按在指纹锁上，滴滴，验证失败。的冰冷电子音响起，3人脸色一僵。门内于寻歌通过监控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慢悠悠地打开门：“爸妈弟，你们怎么来了？”易秋果压着火气说：“寻哥，你怎么退圈了？以后可怎么办啊？”于寻歌为3人倒上茶水，开启了他的影后模式。他眼神真挚，带着一丝疲惫地说：“爸妈，我打算把这个别墅卖了。最近我一直在集中精力找玩家，想找到能治疗的，帮帮寻欢。”此话一出，于寻欢3人的脸色瞬间由阴转晴。于寻欢感动不已：“姐。”于寻歌端上亲手做的饭菜，特意分成了4个餐盘。“来，尝尝我用游戏技能做的菜，1人1份，谁也别抢哦。”一顿饭下来，气氛其乐融融。别墅门口，于青山给于寻歌赚了50万。孩子，穷家富路，拿着当零花。于寻歌在内心冷笑着。兴师问罪来的，结果赔了50万才走。一边是正在新家里整理东西的于寻歌，一边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于青山。于青山试探地问道：“闺女，搬新家了？”于寻歌动作一顿，内心十分震惊。“你是狗吧？鼻子这么灵，在我家装监控。”于寻歌不动声色。“爸，你怎么知道的？”于青山得意洋洋地说：“看你最近2天微信步数这么多，爸爸就知道你在忙着搬家呢。”于寻歌猛地掏出手机，他迅速关掉了微信运动功能，并给于青山转了888元。“谢谢爸爸关心，我忙着找玩家呢。这888，给您买点好吃的。”于青山看着手机上的888，脸都绿了。“我给你一给就是几10万，你就给我888。”于青山直接演都不演了。“你之前投资的那个大别墅，要不卖给你弟弟？”“行啊，7000万。”“那地段最便宜的也才5000万，苏以桐不是还给了你2000万吗？”于寻歌立刻切换成悲痛欲绝的语气，声音颤抖着说：“那可是弟媳给我的零花钱。爸，你不会是想要我直接把别墅送给弟弟吧？你……”他的话像一把尖刀，直接戳穿了于青山的伪装。于青山急忙否认道：“没有，爸爸怎么会这么做呢？”他匆匆挂断了电话，靠在椅子上长叹一口气。于青山既懊悔又困惑地想：早知道不让他买那个别墅了，不仅没赚到，还赔进去1半。这丫头咋就突然开窍了呢？不是爱钱吗？怎么越来越抠了？于寻歌，他看着手机，露出了一个计谋得逞的笑容。于寻歌静静地观看脑海中的炼金视频，这已经是第7遍。突然，他眼前的属性面板上“炼金术经验+1”的字样轻轻跳动了一下，他愣住了，随即露出惊喜的表情。他站到炼金台前，开始炼制初级模样。他的动作不再死板，而是充满了自信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自由感。原来如此，这才是真正走进了炼金术的大门。于寻歌站在于寻欢空空荡荡的新别墅里，脸上挂着完美的为弟弟高兴的笑容。于青山和易秋果正准备开口暗示什么，于寻歌抢先一步，豪气的一挥手：“这房子的家电我包了。”于青山和易秋果准备好的说辞瞬间被堵了回去，脸上露出既满意又有点复杂的表情。“不就是给点甜头，几百万而已，迟早让你加倍吐出来。”于寻歌坐在会所的沙发上，对面是一个恭敬的前客。“我要武器，年代悠久，保养得当的勾和弩，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枪械。”8亿港币的数字出现在屏幕上，然后开始飞速减少。一把雕刻着精美花纹的古代民弓被缠上，5把闪烁着寒光的特制弩箭在丝绸上排开。消息传出，更多的收藏家带着他们的珍品前来，最终8亿的数字变成了3亿。画面中，弓弩、各式枪械的数量不断增加，堆满了整个房间。于寻歌看着满屋子的古董，8亿港币，花起来跟8000块似的。前客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金属箱，里面躺着2把由奇特金属打造的陨石手枪，
枪身泛着幽暗的光泽。于小姐，您运气太好了，这是2位收藏家最后的珍品。于寻歌的眼神瞬间被吸引，他拿起其中一把手枪，冰冷的触感传来。上辈子没听说过变异成神器的手枪，但万事皆有可能。聪明人总会把最好的东西藏起来。他看着手中的陨石手枪，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我赌一把。港城某顶级会所密室里，一个秃头富商恋恋不舍地打开一个金属箱，里面静静地躺着2把通体辉银的沙漠之鹰，枪身带着陨石独有的粗犷纹理。全球唯一的定制版陨石沙漠之鹰，0.50英寸 AE 口径，要买必须2把一起买走。于寻歌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和喜爱，他毫不犹豫。交易完成，1.2亿。于寻歌抚摸着冰冷的枪身，就是你了。他回到酒店，看着富商的秃脑门照片，毫不犹豫地将2把枪收进了魔术师的假牙。港城仓库的定制工坊里，60个一模一样的黑色武器箱被整齐地码放在仓库里，形成一面墙。成千上万支定制的剑矢和弩箭，如同军队般排列整齐。7000枚黄澄澄的沙漠之鹰子弹，在灯光下闪烁着危险的光芒。于寻歌站在武器墙前，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收藏。这60件武器，但凡变异几个，我就不哭。于寻欢的别墅客厅，于寻歌坐在沙发上，表情严肃。于寻欢、于青山、易秋果3人认真地听着，于寻歌语气凝重。我打听到一个规律，第一次内测是2月2号，第2次是6月6号，我怀疑第3次内测很可能是10月10号、11月11号这样的特殊日子。于寻欢3人眼中露出震惊和恍然大悟的神色。于寻歌看着于寻欢，语重心长。寻欢，这几个日子你一定要24小时守着手机，千万不能错过。于寻欢被深深的感动了，他握住于寻歌的手，真姐，谢谢你。于寻歌内心毫无波澜。苏一彤什么都不告诉你，我这个外人却把这么重要的情报给你，感动吗？于寻歌拍了拍他的手，露出了一个为家人着想的温暖笑容。我们一家人都成了玩家，你在苏家才更有底气。别肉麻了，我走了。于寻欢那张充满感激和信任的脸，与于寻歌转身离去时嘴角那一抹计谋得逞的冷笑形成了鲜明对比。江城酒店，于寻歌挂断和家人的视频电话，脸上叮嘱的温和表情瞬间消失，变得冰冷而决绝。他深吸一口气，发动换身咒，身影消失，空间剧烈扭曲，于寻歌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开始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进行超远距离传送。50次移形，他扶着树干，脸色苍白，开始干呕。100次移形，他停在荒野，喝下咖啡补充法力，眼神却开始涣散。200次移形，他趴在地上，哇哇吐了起来，精神极度萎靡。300次移形，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溅在枯黄的草地上。属性面板弹出，获得虚弱状态，全属性削减 20%。于寻歌用手背擦去嘴角的血迹，眼神却愈发疯狂。好好好，幸运满值的我也会遇到鬼打墙。今天我爬也要爬回 S 市。于寻歌的身影狼狈地出现在于寻欢的别墅房间，嘴里还含着一口血。房内空无一人，他眼神一凝，毫不犹豫地再次传送。于家书房，他喝下虚化药剂，穿墙而入。密室中，于寻欢正坐在木箱上，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手机屏幕上正是游戏的登录界面，月亮冲向屏幕，游戏正式开始。于寻歌隐身站在他身后，灵魂在疯狂尖叫。杀了他，现在就杀了他！但他的手却没有动。也许我从一开始觊觎的就不是他的命，而是他的天赋，能让3大家族都为之疯狂的 SS 级天赋。于寻歌回到自己房间下载游戏。于寻歌伪装成血精灵进入游戏，他通过影子看到的于寻欢的视角。银月城内人山人海，于寻欢好奇地四处张望。于寻歌冷静地穿过人群，目标明确。2人在精灵王的雕像下擦肩而过，在交错的瞬间，于寻歌发动了计谋，赌上道神之名。屏幕中央弹出巨大的系统情况，您试图窃取玩家寻欢的天赋，窃取成功，检测到目标神赐天赋等级过高，盗窃中断。
于寻歌看了一眼自己的天赋面板，食神 SS 级残缺的字样缓缓浮现。他没有丝毫停留，径直走向城外最近的墓地。他将包裹里的炸药全部丢在脚下，屏幕瞬间陷入黑暗，只留下4个血红的大字：你已死亡。幽灵形态的于寻歌看着地上自己血肉模糊的尸体，屏幕上重度虚弱47.59分59秒的红色倒计时触目惊心。他毫不犹豫点击虚弱复活，人物由虚转实，但全身环绕着不祥的黑气，所有属性值暴跌至40%。他再次走向银月城，目标依然是那个正在接任务的银发血精灵寻欢。两人再次擦肩而过。于寻歌在内心声音嘶哑但决绝地喊道：再来一次。系统提示框再次弹出，窃取成功，中断。来不及了。他操控着虚弱的小人，在伪装时间耗尽前极限下线。于寻歌睁开眼，重度虚弱的感觉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没有管地上的装备，而是用颤抖的手第一时间点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天赋面板上食神 SS 级残缺的字样缓缓亮起。他点开详情，食神天赋技能逐一展开。技能1，什么叫食神？暴击翻倍。技能2，汉尼拔是谁？食人夺气。技能3，没错，我就是特级厨师，随机加点。当看到第4条技能时，他的脑海里猛地浮现一段前世回忆。苏一桐、梁于川、韩千善等人对自己露出厌恶、鄙夷的表情。技能4，朋友你看，这里有口播，负面情绪转移。当看到第5条技能时，他再次陷入回忆。于寻欢总是能在各种绝境中获得奇遇，而自己和身边的人却总是莫名其妙的倒霉。技能5，你想白嫖？气运掠夺。于寻歌躺在床底的黑暗中，瞳孔巨震，然后他笑了，无声的狂笑起来，眼泪从眼角滑落。于寻歌在内心里从低语到怒吼，充满了无尽的嘲讽与恨。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的很。于寻欢。游戏世界里，于寻欢开始大量烹饪低级食物，并免费分发给路人。无数玩家头顶的气运以金色丝线的形式具象化被他不断吸取。他很快就获得了大量金币和装备，开启了开挂之路。现实世界中，于寻歌躺在床底，冷静地通过影子视角观察着这一切。他没有愤怒，没有咆哮，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声音恢复了绝对的冷静，但带着刺骨的寒意。所有人都可以背叛我，但我自己不能背叛我曾受过的苦难。他那双在黑暗中闪烁着冰冷光芒的眼睛上倒映着于寻欢在游戏中意气风发的影子。于寻歌伪装成地精上线，他操控着重度虚弱的角色，步履蹒跚地走进炼金殿。他走到忙碌的亡灵女导师赫奇帕面前，在对话框里缓缓打出2个字：老师。赫奇帕动作不停，一个任务框却弹了出来。炼金大师赫奇帕让你制作10份初级药剂和10份中级药剂。于寻歌微微一笑，提交了自己精心制作的20瓶不同种类的药剂。几分钟后，任务完成，奖励是一本古朴的笔记。于寻歌看着笔记简介里那句为爱发电没有前途，不禁莞尔。他拿出2000金币，我以后可能没法再来了。话还没发送，金币已被赫奇帕瞬间收走。于寻歌一脸黑线，下一秒，赫奇帕丢过来一个墨绿色的布袋。赫奇帕的药剂包 S 级，于寻歌狂喜，立即绑定。他学乖了，先打字再给钱。老师，给你买酒喝的，不用再给我东西了。他又豪爽的递上1000金币。看到赫奇帕这次真的没带给东西，他才笑着转身离去。屏幕左上角显示金币数量剩余21108剂。于寻歌来到拍卖行，目标明确，几天后就是他们的婚礼，得准备一份大礼。于寻歌嘴角勾起一抹恶作剧的微笑，他在搜索框输入一个道具弹出：欢愉小魔的软榻，立即售价20金。买了。金币数量恢复彩票，绑定时程50，5000剂。烹饪食谱 XN，
他买一本学一本，无数菜谱化作光芒融入身体。485技，爆炸剑 B 级，450技，推射 C 级，130技。最后，他看到了一个 S 级被动技能，灵魂抗性被动 S 级，售价12000技。他没有丝毫犹豫，点击购买，金币数量瞬间清空大半。鱼寻哥路过草药店，将最后的23金币也全部花光。他操控着角色，心满意足地走出亡灵城。屏幕右上角倒计时0点02分57秒。他选择了下线。现实世界，鱼寻哥睁开眼睛，脸上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满足。他意念一动，解除了藏在瑜伽密室里的那道影子。密室中，鱼寻欢的影子轻微地波动了一下，一道微不可察的黑影从中分离，消散在空气中。一个时代结束了。重度虚弱状态的鱼寻哥拿出一个巧克力泡芙，道具巧克力泡芙 F 级64分。他吃下泡芙，一股暖流包裹全身。他的属性面板上体质一栏的数值从11-4.4瞬间变成了20-8。鱼寻哥感受着身体恢复的力量，这就是食神的力量吗？他没有停留，伪装成老人，通过一系列专业操作，幻影移形、变猫躲藏，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前往江城的飞机。江城，鱼寻哥正在与父母视频通话，他眼眶泛红，声音哽咽，完美扮演着一个被家人关怀而感动的女儿。与此同时 ，S 市内测结束的瞬间，鱼寻欢疯狂呼唤自己的天赋。当看到只剩下一个技能时，他发出了绝望的怒吼。江城，鱼寻哥挂断电话，脸上的悲伤瞬间消失。他吸了吸鼻子，然后笑着对面前一大盘手抓羊肉大快朵颐。而另一边的 S 市，鱼寻欢在密室里疯狂地打毁一切，古董、字画、金条在他癫狂的破坏下化为碎片。鱼寻哥一边吃肉，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快乐。这是我重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鱼寻哥正在换酒店，他选择了一家派出所正对面的房间。电话响起，是一秋果。鱼寻哥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一秋果声音焦急：“寻哥啊，你爸和你弟弟都住院了。你爸看到藏宝室被砸，嗷一下就撅过去了。”鱼寻哥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但还是装作急切的样子。严重吗？千万不要有事。你爸就是气晕了，你那还有没有那个药？鱼寻哥故作大方：“有，我学了怎么做了。你先问问寻欢，让他用着，以后家里不会缺这个药了。”他在内心冷笑：“反正你也学了炼金，这个锅你背定了。”鱼寻哥窝在酒店里，窗帘大开，对面就是派出所。他悠闲地看着贺奇帕的炼金笔记，屏幕上重度虚弱的倒计时缓缓归零，笼罩在他身上的黑气瞬间消散，一股强大的气息自体内迸发。他的属性面板上所有数值恢复正常。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全身骨骼发出噼啪的声响。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照在他脸上。游戏才刚刚开始。他没有再开车，而是直接雇人将车开回 S 市，自己则转身走向机场。他走进机场，背影自信而强大。鱼寻哥被苏一彤邀请参观新房，他一脚踏入，脚下瞬间亮起淡蓝色的压力感应光圈。苏一彤轻描淡写地说：“哦，不用在意，只是压力感应。”鱼寻哥内心一凛，安保全面升级了，看来苏家和梁家短期内不能再去了。参观结束，离开前，鱼寻哥对苏一彤神秘一笑：“一彤，接机那天，我用天赋把你的幸运修改成满值，当做贺礼。”苏一彤的表情瞬间僵硬了一秒，随即又恢复了优雅，但他内心警铃大作。他怎么知道我的幸运值不是满值呢？在宏大喜庆的婚礼进行娶礼，鱼寻哥坐在宾客席上，完美的扮演着一个平平无奇的赘婿亲戚。索罗斯的时间主观视角，他的视野中，宴会厅里一个个玩家头顶都亮起了蓝色的数据条。他的目光扫过戴着黑色长手套、眼神冰冷的梁于川。哟，熟人真不少。当新郎新娘上台致辞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台上。鱼寻哥低下头，假装喝水，实则开始了他的自助餐。
他的目光锁定一个正在高谈阔论的富二代玩家，力量加一，他的视线扫过一个优雅的贵妇玩家，体质加一，他的眼神与37个老熟人一一交错。于寻歌带着一丝嘲讽的自豪。以前总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招人恨，现在才明白，不过是于寻欢把我当成了吸引火力的坦克。婚礼结束，回家的车上，强颜欢笑了一整天的于青山终于卸下了伪装。他靠在后座，emo 地看着窗外的夜景，如同一个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于寻歌只是静静地看着，没有说话。很快，他回到自己的别墅后院，他为喵喵旅社的猫咪们准备晚餐，却因为一块肉切得不够完美而烦躁地皱起了眉头。于寻歌烦躁地将那块肉丢掉。不行，评分肯定低了。他看着自己因为追求完美而变得有些神经质的手，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嘲地想到：这就是食神的强迫症吗？于寻歌躺在床上，床头的加湿器喷出高级显形药水的薄雾。他眼前巨大的蓝色属性面板展开，力量、体质、敏捷等各项数值都远超常人。面板旁边出现一个对比框，普通6级玩家平均属性数值被于寻歌全面碾压。于寻歌看着面板，语气平静而坚定：数据再高，不会用也只是数字。从今天起，系统学习。格斗馆里，于寻歌一记凌厉的重击击打在沙袋上，沙袋上浮现出喉咙、肾脏等要害部位的红色标记。射箭馆里，他拉开强攻，箭水离弦，修正中靶心。教练在一旁震惊地张大了嘴。第6箭射出，正中靶心。当他拉开第7支箭时，故意只拉开了一半弓弦，箭矢软绵绵地飞出，脱靶。暴击是最后的底牌。训练结束，于寻歌擦去额头的汗水，眼神变得更加锐利、自信。在手机聊天群“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幸福的秋果疯狂爱驮于寻歌。闺女，妈看中了一个包包，还配上了一个害羞的表情包。于寻歌在对话输入框里直接引用了这条消息，并于寻欢弟弟，姐看中了一把枪，也配上了一个害羞的表情包。群里沉默了片刻，于寻欢十分无语，但他还是发了2个50万的红包，分别指定给易秋果和于寻歌。2位美女帮我多打听下神赐天赋的消息，特别是不能用的那种。于寻歌和易秋果异口同声地回复道：好好好，老板放心，包在我身上。于青山也突然出现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帮我打听下有没有修复物品的技能或道具。2人又是异口同声道：谢谢老板，您放心。转眼1周过去了，群聊界面还是一片祥和。于寻欢在群里于寻歌幸福的秋果，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于青山也于寻歌幸福的秋果。对啊，有线索吗？母女俩的头像瞬间变成了灰色，仿佛掉线了一般，群里一片死寂。放下手机，于寻歌正悠闲地喝着下午茶，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父兄的追问和自己与母亲装死的头像，忍不住笑出声。他指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对着空气又好气又好笑的自言自语：于寻歌啊，于寻歌，你说你不是这家人亲生的，谁是啊？